我跟你们说哈，这么多集以来啊，制作组都不跟我说今天谁会来，唯一只有这一集，制作组告诉我谁会来。我让你们来猜猜，我知道是谁了啊！今天哈，20就是2个人啊。钟声响起，上课了，有没有想到谁啊？新加坡 Mediacorp 里面姓钟的没有几个，猜到了吧？对不对？上课了，你没有感觉到我有压力吗？有哈，很有压力哈。今天会有部长来。我们这个节目可以请到部长来做我的顺客，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但是我很有压力。但是有这个姓钟的大姐在，应该没有问题了。哦 ，Hello， 我来了。我很久没有来乌名岛了，上一次来也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事情，而且每一次来好都是因为工作的。今天不算是工作啦，因为今天是上别人的节目嘞，尤其是上我们的阿哥李明顺的节目，所以呢心情特别的漂亮，开心开心。OK， 我现在要出去了，听说钟小姐已经来了。阿顺年代街，今天我们就顺风顺水。不要顺风顺水，等一下又下雨了。OK， 不会了。顺风，今天我们顺风哈，今天我们一帆风顺。哈哈，我准备了一样东西要迎接她。阿顺，我来了。耶！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我说又伞又这个，这国际空间。这个是要赏你的。什么意思？这个不是打狗棒 ，OK？ 这个是今天的主持棒交给你，今天的主持棒交给你，因为今天的一样。我不要，吓死我嘞！他拿那个打狗棒交给我的时候，我没有搞错，我今天是嘉宾，是来玩的，吃喝喝的嘞。哎呦，怎么可以这样？我上了贼船。不会，你放心。开玩笑的嘛，节目效果啊。不行。我先孝敬你一些你喜欢的食物 ，OK？ Maybe 他会给我西瓜汁啊，椰子水，然后他在我的面前啊表演切那个椰子，有没有？这个是最简单的快乐。然后他要我做什么，我就会答应他。没有这2样，我就换成我的比基尼，躺在这里晒太阳。哇，那不要发脾气嘞。没有了。来，什么事？啊，给你量一量啦。凉，我看到他冒烟了，还凉。凉的绿豆汤，你喜欢绿豆汤对不对？然后刚才我煮出来，你火气这么大吗？刚好咯。你先喝这个满意一下，然后我再等下煮好料给你吃 ，OK？ 什么好料？我是煮鸭啦，但是不是咸菜鸭啦，就是卤鸭啦。哦，卤鸭也是可以。可以啊，真的。我猜中哎。是吗？他应该会煮一道咸菜鸭给我吃，真的是有鸭哎。另外一个东西我准备给你，潮州蒸鲳鱼啦。有一个东西会点缀的是你最爱的，他们跟我讲你喜欢吃我在加的元荽就是我。没有，这个本来就有，还有。还有什么东西点缀？猪油渣。哇！既然现在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啦，因为我们每一集呢都会玩一些游戏。0 point。哎呦，其实朋友是最厉害的。是吗？
啊，0 point。哦，0 point。选0 point 给他太容易了吧？OK， 等一下我跳了之后你跳进来。我不会。试试看，我慢慢给你进，会被打到慢慢给你进，我放慢的时候你就进来，你面向外面。啊，面向外面。啊，对，进跳，进。我不敢啦。OK， 来进。耶！哎，会啊！吓死我！打到他啊，毁容嘞！我就靠这张脸吃饭嘞。好了，不要再折磨你了，我现在马上准备。我不会嫌弃啊。跳什么神文是阿顺有主意，就是咯，煮东西就好哈，还忙这些东西干嘛？来，哇，肥鸭哦！我跟你讲，其他顺客来他们没有得选，因为他们人数比较多，因为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了。对，我是最珍贵的，最特别的，所以有4个不一样的，你自己看。啊，因为我是主持人，我当然要人家看得顺眼嘛。哎，对耶，我也是想给你顺眼呢。部长来看我们都顺眼。对，我不止顺眼，我还养眼呢。你看多好，娇小玲珑。娇小玲珑。哦，阳光。说到帅的话，你好像比以前魁梧很多嘞，发生什么事？我记得以前他颁奖给我的时候啊，他只是 large 而已嘞。今天我看到他好像是 extra large 嘞 ，extra large 嘞。所以我有点吓到啦。做爸爸了，孩子在旁边的时候呢，我们要给他感觉有一个魁梧的身材在，什么都不怕，要有信心。哦，有没有道理？把自己练成那样，哇，有道理。伟大的父爱，真的，我没有想到他已经大2个尺寸了。不过他的个性还是没有变啊，反而是更加有魅力，更加迷人。所以啊，size 不是问题。没有啦，就是做了爸爸之后呢，很多时间都注重在孩子身上。最近这几年呐，我真的很不在意我到底魁梧或者是怎么。我觉得我的生活跟我的工作已经融合在一起了。最近这几年接的角色，让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这样。我也试着把我的身体融入到他们的身上，变成我很长的时间，我必须要保持这样的状态。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烹饪？自从跟我的老公还没有嫁给他之前，他就问我嘞，你不会煮啊？我说不会。那你不会学啊？所以你们是主要就开始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这个怎样煮，那个怎样煮。哦，你是从那边开始的啦。反正我妈妈煮过什么，我吃过什么，我就跟我妈妈学。你跟谁学的啊？我跟我妈学的，就是我在小学的1年级的时候，我妈有做工嘛，所以她就会准备所有的材料给我，然后我就会自己炒，自己吃，自己去学校这样子咯。我觉得很可惜，是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到潮州菜，因为我妈妈很会煮，我的公公也很会煮，我婆婆也很会煮。那个时候就是心不在这个地方上，就一直在外面玩啊。结婚之后有自己的厨房，就会偶尔煮一下这样子咯。因为鸭很油，所以我要把它的多余的油给挤出来，把它煎一下，那油就会出来了。哦，里面的油把它逼出来是吗？对，如果你没有弄这个程序，这个过程油会很多。你很专业嘞。还好啦，然后我现在要把这个姜啊塞进这个鸭里面，去掉那个鸭腥味而已。OK， 现在呢我就开始做调料。葫芦啊？葫芦，我觉得卤鸭放一点。卤鸭里面有这个的吗？有，我有放这个，这个是我的婆婆教我的。哇。因为整个程序很复杂吗？要花很多时间吗？只要你准备好这些调料就可以了。是因为等一下哦，我那部长要到啊，我怕他来了之后你还没有做好啊，还要麻烦人家帮你哈。跟我们一起煮咯。我听说部长会煮的呢。你好意思叫部长帮你一起煮吗？来这里感受一下钢崩吗？我相信他来这里呢，可能也可以趁着那个几个小时放松一下。
所以我更觉得你应该赶快做好它，因为它一来了，我们就可以坐着一边聊天、吃东西。你干嘛这么担心？教育部长嘛。所以你觉得以前读书有没有在我们这行有帮助到？如果读得好就有咯，读不好就没有咯。读书当然有帮助啦。有了哈，进了这行之后哦，我才觉得后悔没有读书嘞。那个剧本50%到60%看不懂。你不要说拍戏，你今天明天说，哎，明顺，我明天要跟你访问啊，有镜头的啊。那个时候有每个人讲究，哎，有没有内涵？哦，他有外表没有内涵，有压力的。对对对。我到镜头面前，我真的花了很多年去克服这一点。我当主持人的时候，我也是很恐怖啊，很恐怖，真的很恐怖。因为我不大会说话，我也不大爱说话。前面几年开始主持那种综艺节目，要去访问艺人的，然后问人没有问题，可是问完然后人家会有反应的嘛，然后又要做功课的嘛，你要访问那个人，你要知道他。然后我又不是那种追星一族的，可是我每天晚上哭的啦，因为我很害怕哭。把你那个性格有没有像现在就很哇？哦，这个是被这个环境逼出来的。卤的东西都是一样，基本上黑酱油、酱油跟那个蚝油，我觉得你要放也可以，不要放也可以。哦。OK， 我现在把鸭放进去了。那个卤汁太香了呀。很香哦。我没想到它可以卤一整只鸭，我知道它很会煮，可是我不知道它会卤鸭，因为我不会卤啦，所以我就小看了它啦。你的那个蒸鱼是等一下。哦，对，哎，有一个比较麻烦，就是要做那个猪油渣。古早味是有古早味，对。对，哎，所以我帮你切了之后啊，让你炸的猪油渣，我可以打包一些回去吗？全部送给你。哎呦，哪里好意思？真的全部送给你。好了，因为我自己切的嘞。你小的时候，你爸爸妈妈对你管教严吗？我不应该用严格来说，我妈妈就比较让我自己独立一点。比如说我大概8、9岁的时候，就跟她一起骑脚踏车回我妈妈的娘家。假期也会带着我一起去做一些散工，帮忙赚点钱，不是帮家用，至少也可以负责自己的费用。那当然，我妈妈也没有说期望我是读到多高啦，就是说她只要我独立就可以了。当初你的妈妈也没有逼你说一定要把书读好，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你对你的儿子会这样吗？我对儿子也不会。我跟我老婆的共同想法就是，我们会介绍他，比如说爬高爬低的那些课程啊，运动的啊，或者是华语课啊、上英语课啊，通过这样子的方式，你才会开始了解你的儿子的兴趣。我尽量给他知道，你去这个学校、这个补习课是你喜欢，不是因为人家去我带你去。哎呦，真好！因为我觉得小孩童年最重要就是玩乐。以前我开始的时候我是黑脸的，我真的很黑的脸，跟你我一点就很严格。后来我发觉不能这样。所以你干嘛要黑脸呢？本来以为是这样吗？哦，是因为没有当过爸爸吗？对啊。后来大概半年我就觉得我不要了，因为他离我很远了。他好像比较亲妈妈了，我就很怕了嘛。但我老婆就跟我讲，你不用担心啊，因为你是他爸爸。对呀。永远就是你是爸爸。他懂得。他对他妈的方式跟我对方式不一样，但是爱是一样的。哦，对，哇！我跟你讲话，我忘记放这个呢，这个是最重要。对呀。OK， 现在放。现在还来得及，因为我刚刚卤味没问题，我还没有翻过来，还不用翻了，现在。而且不用翻吗？对。OK。好，我现在炸猪油。感觉今天你做的是大菜嘞。没有啦。却蛮快的哈。其实这个跟蒸鱼是最容易的。真的吗？因为这2个是我常做的。哦，安全。我不敢做那些，对不对？你部长来一定要熟悉的，有把握的啦哈。如果有错误，对啊，其他的有些是第一次煮的，有碰过。对，在这里煮就是跟家里不一样的，拿捏的时间是，所以一直调。家里的火我已经是熟悉了，那这边的火调小它又不会滚，稍微调大一点它就滚得很厉害。所以刚刚那个鸭的那个酱汁快要干了，我又不想加水，因为一个调料你加水的话，那个味道会有影响。哇，我饿了，怎么办？今天应该是蛮不错的。哇！我们OK， 来我来。
哎呦，你看多危险！为什么呢？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罩住，哇就看到了哦我已经破相了。 OK， 好了，猪油好了。哇！ OK， 我现在要来准备潮州蒸鲳鱼。通常人家都会整条这样不修了，但是我比较想要修，因为卖相要好。对， OK， 首先我要先腌这个鱼。哇，鱼露哎。对，鱼露。哎呦哎，你切是这样的啊？我看了一个厨师在教人家处理鱼，下面他是这样切，哦。这样做会比较容易熟。哦，不用说两边都一样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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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我还对真的是学东西耶。对对对，然后给它腌一下，我们准备其他的点缀点缀，咸菜、香菇，很美哦，番茄也很美哦。你等要上船哦。哎呦，没关系，我们很快就好了。啊，对，这个蒜苗2颗。通常呢，我会用这个正香菇的水。我吃这道菜，我最想喝的就是它的汤。我也是。倒一点点酱青就好了。酱青好。等部长来的时候，我们再蒸嘛。我们先包起来。 OK， 好，来，完美。 OK， 我们先把这个鸭拿起来。哇，太完美了。 OK， 今天来了你这里以后，我也卤鸭了。卤鸭真的是很容易的。OK， 我们已经有一道是完成了。别套完成了，对。对。哎，我们去洗手，然后我要抹一下脸，然后站在那边等他，打扮一下是吗？啊，那你很完美啊，你卖相很好哎。真的吗？真的是。很紧张。 OK， 我们准备一下。好。已经好久没有来乌名岛了，不过记忆还是那么的深，因为小时候参加童军的时候，就好几次到乌名岛了。不过现在看起来已经很多东西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要到了。哇，我很紧张呢。哦，哎，忘记拖这个。不用，他还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吗？哦，对。跟他讲我们煮东西给他吃吗？是这样，有诚意，他知道我们好，很忙嘞，好。哎，我跟你讲哦，啊，我还是第一次煮东西给部长吃嘞，这个算不算光宗耀祖？我也是第一次哦，要跟部长坐在一起吃东西嘞。哇，这个很像请部长到我家来吃饭这样嘞。哇，有谁有这样的机会，对不对？我也是有感到这一份荣幸嘞，好沾你的光哎。这他不可能骑脚车来对吗？有可能哦。啊，可能部长给我们一个惊喜哦。来了，来了，哇，来了，我看你招手，来了，手。是吧？什么？哦，不是啊。辛苦了大家，辛苦了。啊，这把你这么多集，今天迎接是最有趣的。为什么呢？像小孩一样。欢迎，热烈欢迎，热烈欢迎。是不是？我们热烈掌声！看清楚先。不是这辆车啦。Hello， 哎呦，哎，部长。Hello， 林顺好，哎，钟情好，大家好，你好，欢迎，好久不见。非常开心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来我们节目，谢谢，是，来里面请，感谢你们的邀请。来，部长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个阿顺有主义的节目的现场，谢谢你们。这是他提的字美吗？我用笔写，哦，你用笔写的美吗？他的字来，对，漂亮吗？哇，漂亮。部长来，你看，我们是户外厨房，户外厨房。其实我们已经煮了一道菜了，你们煮了什么东西啊？潮州卤鸭。哇，另外一道也是潮州的啊，就是潮州蒸鲳鱼。你是潮州人，我是潮州人，你也是潮州人啊。OK，就今天是正宗潮州好料了。哦，对，来了。我们真的是准备了很久之后，要请部长做最后一个仪式，祝我们这个节目顺顺利利，大展宏图，年年有余，溜溜大顺，一帆风顺。好，
今天早上你亲自抓的、啊。部长都会讲笑话，你看。哎呀，哦，哎，我真的放松了，我刚才还是有点紧张，你知道吗？最有亲和力的部长。我也有点紧张。对啦。你不是说要弄一个饮料给部长吗？我去弄哈，坐先啊，拿。请坐，请坐，我们到这边坐。好，谢谢。哇，我们真的很开心哎。我也很开心，很久没有到这里了。哎，来，哇，你看钟情的笑容，你看。部长，请喝。谢谢。爱喝的可可。哇，你太宠我了。你完全抛弃我，你完全抛弃我了，抛弃我了。哦，我忘记哎。哎，我们的鱼还有2分钟，对不对？还有2分钟啊，可以。没事，你们做，我只要去 test 一下。好，辛苦你了。继续来，继续要来。熟一定要熟哈。所以部长平时在家里有煮饭的吗？现在就比较少了，现在比较忙了，所以只是在周末，如果有时候跟孩子玩玩，就简单的一些煮些面给他们吃，或者他们也自己要尝试煮面嘛。熟吗？还不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煮饭的？小学的时候，因为家里母亲要去工作嘛，所以跟我一样，对。对。所以如果母亲是准备好了东西，然后她晚上要去做工的话，那我们就先要煮饭，然后其他煮一些比较简单的一些东西了。一模一样。那个年代，我们对，都是对。所以以前啊，出国念书的时候也会自己煮吗？我出国念书的时候，到那时候已经当了兵了，那什么都会煮了。那时候是为了省钱嘛，最重要的以前我们带了一个那个电饭锅去了，就上课之前就把东西放在电饭锅里面，然后就慢煮了。放学回来就有得吃了。煮些什么东西？我去准备。好了，你们继续聊，你们继续聊。第一道菜，哇，很香哎！哇，这个是有那个猪油渣吧？是我切的，然后我也有帮忙炸。不好意思，我这一幕你一定要拍下来哈，这一幕你们要拍下来了，我多么辛苦。你吃葱的吗？我吃醋。其实这道菜啊，虽然算是简单了，不过做起来也不容易哦。掌握时间那个控制要做得很好。我怕有点不够熟。我觉得刚刚好。是吗？很好。这种鱼你蒸太久的话，那个肉就开始有点硬。是，有点硬。我去准备鸭，你先聊。可以。 OK。所以部长，你的父母从来没有跟你说，我要你长大之后要当律师、当医生、当什么？没有了。我母亲每次告诉我说，哎，你考试的时候啊，最重要啊，不要留级。因为留级啊，第一花费了整年的那个钱，第二，那你留班了之后啊，那以后你出来做工的话，又迟了1年啊，那谁来养家？所以就说你自己管好你自己的东西，做好你自己本分应该做的事情，不要给社会太大的一些压力了。对，其实以前的人都是这样，反而在没有压力的情形下，把自己的人生过好。对，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反而家长们对自己的孩子就有比较多期望。因为可能现在我想家长都受过比较高的教育嘛，所以期望就可能也比较高。而且另外一方面，现在可能在网络的时代，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所以总是有种人比人那种心态啊，造成那个心理的那个不平衡啊。是一比较而已，你就想要。所以以前我们都常讲嘛，人比人比死人的嘛。是。不过现在这种比较的心态就可能比较普遍啊。这个明顺也是有一个儿子，今天呢，因为教育部长来到，他也是要发问，所以我们一定要吃饱饱。来，可以吗？辛苦了，希望可以吃，可以吃。卤汁很香，卤汁很香嘞。我们刚才试了一下，你儿子现在小一，还喜欢上学吗？喜欢上学啊，最重要是他喜欢上学就好了。因为我是第一个孩子嘛，然后我以前学历不高，当他要进学校的时候，我压力很大，不懂要怎么样的去培养他也好，或者是替他安排也好。我老大的时候，我们有压力，因为我老大跟老二差了大概8年嘛。
所以在头7、8年的时候，她只是一个独生女嘛，所以我们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她身上嘛。什么寄托？有很多人都说，哎呀，我这个做不到啊，我就让我小孩子去做。所以有一点，我们就常提醒我们自己说，不要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形象、那个期望啊，加于他身上。最重要的是他有他自己的选择，因为每个孩子他的天分都不一样，所以给他们一些空间去发掘他们自己所喜欢的东西，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是24小时都排到满满的话，他一点想象的空间都没有的话，这对他来说也不好嘛。好像如果我的老二有时候他说，哎，我去看这个 YouTube， 我去学学折纸，那也好啊，反正你有兴趣，那你就去学咯。经过他们的兴趣来知道他们的长处，然后就尽量去培养他。对。作为教育部长，你的孩子你会给他们去补习吗？他们如果去补习的话，是学他们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的东西。哦，如果你说他在学校里面已经学了，然后你又再去补习的话，他会觉得很闷。或者他在课外活动的时候已经学了，然后他到课室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不专心了。如果你说要补习的话，是增广他们的见闻，去学一些其他可能在学校没有机会学到的东西。不过有些东西不能只是在书上学的，比如跟人家怎么样处事待人啊，怎么样去了解其他一个社会的一个文化啦。其实这种东西要亲自去体验一下。像部长这样，你的孩子会不会有压力呢？因为老大在小学的时候，我还没有当部长嘛，所以就跟一般的新加坡人的家庭都一样。所以到了中学的时候，因为我是部长嘛，他就可能会觉得说有一点压力了。因为如果他功课好的话，就说哎呀，你功课好，反正你是部长儿子或者女儿嘛，你功课一定好的嘛。那如果你功课不好的，你是部长的儿子跟女儿，功课不好？为什么功课都不好？哦，不过是对他来说，其实这也是他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啊，怎么样去适应这种压力了？是，像我的孩子也是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他现在还小，那些反应会在我们父母身上。可能你孩子的朋友说，哎，你老爸是个艺人啊，说他对你有什么期望啊？所以对他来说，无形中也产生一些压力了。所以他有那个概念了吗？爸爸妈妈是明星。我跟我老婆的想法就是从小就给他认识我们的行业，比方说我去片场。或者是我破 IG 会有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都会让他知道。虽然他年纪小，他也不理解，但是我相信这个你灌输给他之后，以后他慢慢会理解。是，对。那部长，你当初是怎么样跟你的孩子说？哎，这个成绩是达到一个……其实我们不谈成绩的因为我一开始我就告诉他说，其实我爸爸最高兴的是你自己有那种决心要有那种纪律。要克服困难的时候，都是要有那种纪律。就像你失败了之后，就算跌倒了之后，你爬起来继续的走的话，那你才会成功。所以我是以这种态度的，因为我体力不是最好，我跑的不是最快，我可能更能了解我其他的一些军队里面的一些兵士，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跑得最快最好的嘛。所以他们就说，哎，其实长官都跟我们一起的去拼而且他不是跑得最快，他都敢去尝试的话，那我们也一起去尝试。对我孩子来说，他也知道，其实老爸不是什么样样都行的，老爸也有很多弱点。那他也学到一点东西，说人生不是那么的平坦。对，就算做了部长，也有部长的挑战。对，就是我们就是实实在，我们就是有血有肉的人。对，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零失误的。是，就是零失误，除非你什么都你不做。对，好像人家说多做多错，少做少错，那你不做就没错。那不可能有这种心态的吗？对我来说，成功的话，那你要先发掘你自己的潜能，你能把你自己的潜能发挥出来，不只要照顾好自己，如果你能照顾好更多的人，那也算是一种成功，也是算一种乐趣嘛。是。听完部长的分享之后呢，我其实很开心，真的，因为我正想要给 ZZ 这样子的一个健全、幸福、快乐的一个学习环境跟家庭的教育环境，这一切是我们父母给的，将来还是要靠自己孩子他们自己的悟性跟他们的性格会走向怎么样的一个道路出来。那当然，父母在旁边的引导跟指导是最重要的。部长，你会用你以前你妈妈所教你的
那一套不可以用以前的那一套，因为他们的人生经验都不一样嘛。不一样，啊那你比如说，哎，为什么你这么浪费？灯没有把它熄掉，没有用的风扇没有把它熄掉。其实我们那个年代啊，因为我们很珍惜嘛，因为电费很贵嘛，家里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对。不过如果你说你用同样的方法去敦促现今的这个小孩子，他可能跟你讲说，爸爸。那个灯没有关，最多也1个月不是5毛钱1块钱，你以后到餐馆少吃一点不是好吗？他们的因为他们的那种想法不一样了嘛，而且他们的人生体验也不一样嘛。对啊，其实我的那个年代，我也没有什么跟我父母亲沟通的啊。不过你会看他的榜样吗？是，比如说我们的父母会说，哎，你要勤劳一点，没有人会这样讲的。不过你看到父母啊，早上去工作，回来休息2个小时，晚上又去工作的话，你就知道你就知道说啊，你要勤劳。对对对，父母是怎么样的，我们就是怎么样。是，他们是怎样对待周围的人，我们看到我们就知道了。而且答应了人家的事情要做到。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是你讲哦，下个礼拜哦，对去报别墅哈，就到了。对对对现在电话这样打来打去，温馨提醒都没有人到。以前的生活是很容易带给我们进入一种独立的状态，而且你会很珍惜哦。是，记得以前我们到海外念书的时候，我们写信啊，是写完了之后寄回去是2个星期，哇，人家回信的时候又2个星期。对，我在大学的时候说要打电话回家嘛，1年才能打1次，就过年的时候打1次。那过年1个月前呢，就要写信写好啊，在这某某时间啊，不要用电话，把时间要算准哦。那时候很贵，打电话的话，我还记得大概花了10英镑了，就是30多新元啊，只能讲1、2分钟才，所以你要讲什么东西也要写好，要记好。是哦，对，你不要在那边 hello 没有了，所以我没有想到这一块哎。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他们每分每秒都可以 WhatsApp 回来啦，或者 Skype 啦什么，所以去到哪里的话都可能联系到家人嘛。对对对。不过可能也失去了一点哦，因为如果你没有那种独立的这种心态，要说哎，其实我到那边哦，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因为很难才可以跟老爸老妈去联络的话，那我要去想好要做什么东西，要好好照顾自己，所以可能就失去了一点点独立的这种心态。是，而且你不会太害怕，因为你觉得什么东西打个电话就有了啊。对，所以这种珍惜感也失去了一点。因为以前我们很怕说，哎，如果写完这封信啊，等1个月之后才收到回信的话，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都不知道吗？所以可能担心了整个月，所以那种感觉可能真的很不一样了。陈部长本身就很随和，跟他说话没有太大的压力。有一些人，你跟他说话，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渺小，或者有些东西我怕我问了，对他们来讲是很幼稚的。但是我跟陈部长讲话没有这些担心，他就是很诚恳。你问到什么，他有这样的经历，他就跟你分享，所以很难得。我觉得这个部长很难得。好像我听说这些小学生，他们可以投诉老师的嘞。可是我们的那个时候，我们的学生不可能投诉老师。现在很不一样了。现在我们的年代投诉老师就是你有问题了。以前我还记得我老妈跟我讲说，如果我得到学校去借你老师的话，你有问题了。不过其实我比较担心的是家长去投诉。因为我们在成长的时候都会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对，不过这也是我们成长过程的一部分嘛。那当然，如果父母的反应过大的话，太过保护的话，那小孩会依赖这样的对，因为你不要让小孩子说，哎，以后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老爸老妈一定会帮你解决，他们就没有这种机会去尝试怎么样去克服这种困难，面对这种状况。那因为我们不可能照顾他一辈子嘛。家长过于保护孩子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害到孩子。对，其实家长跟老师或者学校都要一起配合了。家长在家里看到一些事情的话，要跟老师讨论是可以的，或者老师在学校里面看到有一些行为可能不太妥的话，要跟家长说，哎，你在家里也要注意一下。所以要2方面都一起配合了。作为家长和老师哈，我们要怎么样的以正面的方式去鼓励孩子了？
不然我想问哦，在我们这个时候，你希望会带给我们这一代的小孩啊，不管是家庭或者是学校这方面，会是怎么样的一种教育呢？我想应该比较一个多元化的一个教育哦，因为可能我们在建国的时期啊，在早期的时候，我们资源比较少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那种制度啊，都是大同小异的。不过我想现在因为孩子他们的那种潜能是比较广，所以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去发掘他的那种潜能。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因为在未来呢，那个不确定因素是比较多嘛，所以如果要国家有个那种韧性的话，那我们呢要有更多元的那种人才。有很多以后的工作，现在我们可能也没有想象到。好像你现在他们这些年轻人去找工作吧，他说 UX。User experience， 在数码化的时代里面呢，他们去做这个设计啦。比如你说你的 iPhone 啊，为什么 iPhone 这么多人喜欢用？因为有人其实在去设计嘛。是这种工作啊，以前我们没有想过的吗？也没有听过的吗？对。在20年后啊，他们长大后啊，他们所做的工作可能跟我们现在所想象的所谓一些比较普遍的工作都不一样了嘛。是。所以怎么样去帮助我们的学生？最好是去喜欢上去学习，因为他们人生的过程中啊，不是说在学校里面学了多少，是在他一辈子啊都要继续不断的去学习。他们要有那种自发爱学的那种心态啊，其实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成长，除了学习之外，就是玩。其实，在玩的当中，他也学到和其他的人接触，也是重要的一环嘛。比如说跟人家玩的时候，不是每一次都是我们赢的吗？赢了之后，我们这过程中怎样去照顾好其他人的那种输的人感受？那如果我们输了之后，那我们怎么样去自发去调整我们的心情来再去尝试的话，所以对我们来说，不管是赢还是输，也是一个过程。做得好或者做得不好，也是一个过程。不过我们对过程的反应，才是一个成功的定义。我就体会对，是玩游戏是一个很大的成长的过程。如果有一个人说我玩游戏，我每次都要赢的话，那以后你出来做工呢，你不可能说每一样都顺顺利利的吗？对。世界上最强的运动员也不可能每一次都赢的。在竞赛的时候啊，其实你输多过赢的。是。因为你看啊，每次这么多人去比赛啊，只有一个算是赢家吗？其他都算是输吗？如果你觉得说我没有拿到冠军就是输的话，那真的是比较多人输吗？对。不过你说啊，就算是我今天没有拿到冠军的话，我比昨天我自己的记录跑得更快，跑得更远，那我自己已经算是成功了，赢了自己。所以在人生的跑道上，我想最重要是不是赢了他人，而是赢了自己。好，谢谢。来，你要蘸点酱吗？好，有，谢谢。哇，那个卤汁很好。真的吗？又香又甜。我觉得我成功了，不相信，等你去吃吃看啊。很好吃，它的清蒸鲳鱼是很有味道的，不是我想象中那种潮州的比较清香清甜，不是那种。现在心情啊，应该算是非常的放松了，所有的压力都抛在一旁，对，就像跟老朋友聚一聚，什么都可以聊，所以觉得非常的亲切。就这样，你不要叫我洗碗呢，我是不会帮你洗碗的啦。我有很大的团队在后面。好，我们收拾一下，好，我们来玩一玩游戏，放轻松。我们的团队呢？有，你看，我们的团队，你看，帮我们洗。你们怎么可以让部长拿东西来？团队，来。OK， 这些都玩过吧？这个也玩过吗？嘎星比较少，我们马来西亚就比较多嘎星。这个我有玩啊，以前。那孙会玩。哇！最后还要换的来，对不对？哎，对。好，这样哦，来，女孩子玩，你来试一下。来，你试。我是玩男孩子玩的东西。我是玩男孩子玩的东西。你玩什么呢？badminton。哇，badminton。备好了啊！记好。我马尾啊！
哎呦，哎呦，为什么这是你的球？在你那边呢？有没有玩过3个人的？还有这样的呢？啊，有打3个的，那你哦。我还没有准备好。想不到啊！我今天既然有机会跟部长一起打羽球，啊，赚到了，谢谢你们，你们能够安排到也很了不起，恭喜恭喜，谢谢谢谢。那个梦太大了，这个节目的结果开心最重要。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啊，轻一点哦！因为那个我轻不了。你本来要杀我，对不对？是结果杀到部长那边去，对不对？我是有私心要请部长来，要讨教他，但是我们也希望回个礼，给他有一个快乐的过程嘛，那是最重要的啊。掉太多了，掉太多了。很紧张。啊！2圈。啊，过了。哦，3圈。过了。耶！谢谢。圆满结束。我以后就我跟他打过羽毛球嘞，我跟他一起吃过卤鸭 OK， 蒸鱼 OK， 中间我泡过麦乐给他。说这些话都是节目效果，但是我们是很真诚的。我现在想，我何德何能？像我这种程度的人，怎么会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跟国家的部长坐在一起聊天？就好像平时我们跟朋友聊的话题。哇，感觉就好像交到部长的朋友一样。今天这个机会是何止难得了，我觉得。我在前一晚我准备这些东西，我的担心，我的紧张，纯粹是真的是 respect 部长他们为家庭、为新加坡这个国家所付出的一切，他们真的比任何人都难。Yes。耶！很有意思的一个录影，我玩得很愉快，吃得很开心。谢谢你哦，阿顺，后会有期喽，拜拜。钟大姐，我也是非常感谢你给我这么大的帮助，让我今天的拍摄呢非常顺利。我希望有朝一日呢，就如你所说的，我们可以一起合作一个节目，或者拍一部戏 ，OK？ 西玄和同学们，祝你们一切顺利，希望你们在人生的路程中能发掘你们各自的潜能，也了解你们各自的长处，贡献于社会。我要在这里谢谢陈部长，谢谢你给 ZZ 还有他的同学写了一封这么宝贵的信，我一定会让 ZZ 传达这个讯息给他的同学，然后我会好好的把它收藏起来，等 ZZ 再大一点，我会再拿出来给他读，他可能会有更大的领悟。谢谢你抽出这么宝贵的时间陪我们度过一个这么美好的一天。最后呢，真的要谢谢你，把这个久违的阳光带给我们。谢谢陈部长，谢谢。呀。OK， 我们摆一个我们的年代，耶！与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Z， 爸爸想跟你说，相信自己，冲吧！收工了，太开心了。哎，真的不容易哎。我每天回去都睡得很好哎。做主持再加上煮东西，真的是很费精神。其实我们为这个阿顺有主义这个节目打造的这个场景呢，比我想象的还要细致很多。所谓的细致，不是这个环境有多新或者是多好，我觉得那个细腻在里面。就是你们从新加坡岛搬了这么多东西过来，包括准备发电机啦，然后水呢，我们总不能真的用井水啊，吃的我们还是要自己带过来啊。
听说你们花了4天才把这些道具全部搬过来，对不对？应该是这个节目里面最难的吧？因为你从那边新加坡搬下来船，再从船上搬上来jetty，然后再上罗里上来到这里，我觉得工程是挺大的。我没有参与到，但是我可以体会到，应该是很难的，是辛苦的啦。对，整个过程，我在哪一个部分是最有感受的吗？就是火炭炉。用火炭炉煮东西是让我最多回忆的，烧炭的那个烟，那个味道。我一闻到这个味道，我就会想象我的家的以前的厨房，妈妈洗衣的地方，后面是养鸡的地方，这边是生火煮饭的地方，整个画面的每个角落都历历在目，包括我跟我妈妈的互动，看着我妈妈怎么样去准备我们当天要吃的晚餐也好，午餐也好，最简单而最直接的情感。阿顺有主意，别具意义。节目来到尾声，我想写3封信给自己，致年少的我、现在的我，还有将来的我。致年少的我，天生不足。致现在的我，努力满足。致将来的我，享乐知足。